子明明已经废弃许久，可桌子上却凭空出现个音乐盒，甚至还自己诡异地响起了音乐。紧接着，一个身穿芭蕾服的女人突然出现，而警长就像被什么控制了一般，竟然主动上前和她跳起舞来。可就在警长沉浸在舞步中时，女人却瞬间化作了可怕的怪物。下一秒，警长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竟出现在小镇的餐馆里。他还以为刚才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殊不知这看似普通的梦将会给他引来数不清的麻烦。就在他回家的路上，那熟悉又诡异的音乐竟再次响起，而那个音乐盒也诡异地出现在他面前。警长赶紧上前查看情况，可身后的地窖竟突然打开，而走出来的竟是梦中见过的那个芭蕾女。可还不等警长搞清楚状况，周围的一切却又瞬间恢复了平静，刚刚看到的所有诡异景象也全都消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。我们今天继续讲《梦魇绝阵》第6期。自打警长从森林里回来，他身边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怪事。副警长以为他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，赶紧把他拉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医生什么毛病都没发现，只是让警长住院观察几天。可就在这时，那段熟悉的音乐又响起来了。但和以往不同，芭蕾女没有像往常那样一直跳舞，而是直接冲上来掐住了警长的脖子，要把他活活掐死。眼看警长就要断气，芭蕾女却又突然消失不见。这种反反复复的折磨已经把警长逼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，情绪完全失控，甚至差点把医院的护士给误伤了。然而就在警长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他儿子那边也发生了意外。因为小镇突然涌入了一批新人，物资开始越来越紧张，居民们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频繁起冲突。这天矛盾彻底激化，竟然动了刀子。作为警长的儿子，爱丽丝站出来想平息这场冲突，结果没想到被对方一刀捅进了身体。由于伤口太深，血根本止不住，必须马上送往医院。可偏偏是深更半夜，小镇外面全是怪物，停车的地方离房子还有一大段距离。爱丽丝这会儿根本没力气跑过去。就在所有人感到崩溃时，刚来没多久的小黑站了出来，主动请缨。他不顾外头有多危险，撒腿就往停车的方向冲去。眼看怪物越来越近，小黑一脚油门冲了出去，趁着怪物还没追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把爱丽丝拖进了车里。还好医院不算太远，他们很快就赶到了这里。警长看见儿子浑身是血，二话不说冲上来帮忙，但爱丽丝失血已经太多，情况相当不妙，再拖下去随时可能因为休克窒息。好在医生经验老道，成功把胸腔里积压的血液全部引流出来，这才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可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爱丽丝目前失血过多，必须尽快输血治疗，不然器官会逐个开始衰竭，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她。而现在全镇上和爱丽丝血型相符的就只剩警长一个人，但警长当场拒绝了输血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上次被老人的血液污染之后，他就开始不断出现幻觉，而且最近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猛烈，往后只会更糟。这种遭遇简直生不如死。要是把这血输进儿子体内，等于是把他的噩梦也一起送了过去。一开始大家都不信他说的，但警长的胳膊却突然发生变异，在看到这可怕的一幕后全都沉默了，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但现在也已经无路可走，救爱丽丝的命才是头等大事。 Give it to me. What? You told Christy about the guy in the cave. That he cut you and pressed his wound against your cut, right? 眼看警长一直拿不定主意，副警长一咬牙决定以身试险，却被警长一口拒绝，因为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。只见警长不顾所有人的阻拦，径直走向了门口。 Has to go somewhere, right? 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体内的毒素转移到怪物身上，随后他扯开嗓子大喊起来，主动引怪物过来吃掉自己。没过多久，怪物就循着声音朝他扑了过来。